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这期呢，咱们还是去看一套房子。这个房子呢，还是在咱们上次看的那个 Virginia 的学区，就是在 Fairfax 和 Falls Church County 这边。那今天这套呢，更适合年轻的夫妻刚刚起步，因为它是一个在学区里面的高档公寓，就是那种2B2B， 2个卧室2个卫生间的。那这种类型的房子呢，咱们之前在纽约的学区其实也看过有几套了，大家可以呢一起做一下对比。那我先要说，我认为这套房子的性价比真的是比纽约的高太多了，因为同样是2个卧室2个卫生间的有产权的 condo 公寓，它的价格呢比纽约我们看过的一半还要低，就是价格都不到40万美金。那这种价格呢，事实上在纽约只能买没有产权的 co-op，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Virginia 这边的房价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。那咱们今天呢，再具体的说一说 Virginia 的学区，因为上次的视频里呢，可能没有具体的介绍。这个学区呢，它的里面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分数呢，和咱们之前看的长岛 Great Neck 的那些学校的分数基本是相当的。这个里面咱们要强调啊，说的这些学校全部都是公立系统里面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这里买房落户，那你的孩子不需要考试，直接就可以上。高中呢，不是高中，私立学校呢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啊。包括要考试的学校呢，也都咱们就今天都不说，就只说不需要考试，买了房你孩子就从1岁到18岁可以随便上的学校。那在 Virginia 这个学区啊，就是 Fairfax County 的学区呢，它有2所比较好的高中，一所叫 Langley， 一所叫 McLean High。这2所学校呢，在全美就是 national 的排名里面啊，Langley 大概排120名，然后 McLean High 大概是在230名左右。这个排名和咱们之前看过的 Great Neck 那个长岛纽约长岛的那个学区呢，那2所高中的排名基本是相当的，可能比纽约那边还要再好一些。那我个人看学区呢，除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以外，我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公立大学。因为如果你的孩子一直在公立系统里面从小读到大呢，上本州的公立大学的概率呢会比较的大。那 Virginia 这边的公立大学就其实要远远好于纽约州的公立大学系统，因为 Virginia 这边首先有 UVA 弗吉尼亚大学，还有 Virginia Tech VIT， 然后还有William Mary 威廉玛丽那个学院，然后威廉玛丽好像是王力宏的母校吧，反正就是这3所学校都属于是全美排名非常好、非常靠前的大学。所以如果综合了公立大学的系统的话，我认为 Virginia 的学区真的是比纽约的性价比要高很多。听到这里，大家觉得我讲的怎么样呢？有没有觉得我讲得很清楚，对美国东部不同的学区都很了解呢？如果你也对买房、卖房、投资学区房感兴趣的话，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，快点关注我们吧，订阅我们，以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啦。那现在咱们就去看看今天的房子吧，走。之前有些朋友问过 condo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其实 condo 就是国内城市中高楼里的公寓，一栋楼里呢有很多户，每个户主只拥有其中1户的产权。在公寓中，位于1楼的业主呢可能会有一个后花园啊，而2楼以上一般就不会有花园了，有阳台也算是比较好的。每位业主呢对自己所拥有的这一户有完全的所有权，但是每个月呢就需要缴纳一定的管理维护费用，也就是所谓的物业费 HOA。 买公寓的一个好处吧，就是确实比房子省心一点，因为最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上面的问题，比如供暖、供水的结构、什么主体的结构都不用自己操心。如果你要买 house， 可能还要考虑像整个房子里的电是多少安培，够不够用。公寓的话呢，都不需要考虑这些，而且这些其实都不便宜。比如老房子里面的电线要是重新走一遍，那就得3-4千美金以上。水管堵了，修一次就得要500刀。对于没有孩子的年轻人来说，我真的是觉得公寓要省心一些。你交一些物业费，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有人替你办了。这个房子本身是2B2B 啊，刚才已经说了，它就是2个卧室2个卫生间，总面积是1265 square feet， 大概折合一下是117平米。每一个月的物业费是960美元，不过这一家的物业费里面呢，包括了所有的水电
所以就是除了搬进来以后，除了网费，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每个月的开销了。那这栋楼呢是1975年盖的，不过它里面呢在近期的时候重新翻修过，还算是挺不错的。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看过的那套纽约的学区公寓，开价80万，后来降价降到了70多，但是 Virginia 这套开价才37万。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卖方的经纪人还一直在说因为卖方呢比较着急卖，所以还可以提供比如说2万块钱的装修的回扣，也不是回扣吧，就是优惠，就是说如果你哪怕是37万买了，他还能返回给你2万块，是给你用来装修的，因为他知道这套房子不是那种纯新装修，简直是良心价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看公寓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提前问清楚，就是这个装修之类的有什么样的规定。最简单的呢，就是比如说你在你这个屋子里面进行装修的话，需不需要比如说通知全楼里其他的人，或者通知你的邻居。还有一个就是要问清楚这个装修里面什么能动，什么不能动。比如像纽约有的公寓，它就不允许你打掉一些墙，但是像 Virginia 这套公寓呢，它就没有这些规定。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纽约的公寓呢，它都不会让你换窗户的，因为纽约的公寓楼吧，都属于是楼层都非常的高，对这种高楼的公寓来说，其实窗户是一个很有安全隐患的因素，所以呢，一般公寓楼都不会允许你自己找人来更换窗户。像这一套房子，这一套公寓，我在看的时候就注意到它的窗户比较旧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经纪人，没想到卖方的经纪人就说这些都是可以随便换的，只要你有这个政府的装修许可，这个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了，你一定要有这个装修的 permit， 只要你有这个了呢，那你所有的装修都可以正常的进行，它都是允许的。Virginia 我们看的这栋公寓楼在附近一带算是不错的了，楼下呢是有24小时的门卫，这些都属于是高级公寓的标配，安全性呢会有保障。这套公寓呢还带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图书馆等等。如果是一对夫妻没有孩子或者刚有第一个孩子，这个我觉得都是够用了。而且这个房子的小学和初中呢是好学区里的顶尖了，高中虽然不是这个区最好的，不过我个人觉得一般人到那会儿也都换成独栋房屋了，也不会一直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一直住着。那今天的房子就看完了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有什么想看的房子都欢迎继续给我留言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